我有一对远道而来的朋友啊，夫妻啊，来我家拜访，说是好朋友。那么也是加拿大人。这两位夫妻呢，年龄呢跟我相仿。男生呢是白人啊，加拿大的老白男，女生呢是中国人啊，是我们的老乡啊，老北京。那么两口子呢结婚多年啊，也是家庭稳定，非常儿女双全，非常主流的这种加拿大的人民啊，典型的加拿大的人民。那么当然我的节目他们也看啊，他们就跟我在家里聊天的时候啊，跟我聊出来了前一段时间他们做房车旅行时啊，他看到我们家有房车啊，房车旅行时他们的奇怪的遭遇。他们有一次啊，不长啊，不到5年之前啊，就很短的 recently 的事儿。两口子给我讲濒死体验啊，他们经历的一次濒死体验。什么情况呢？啊，我没跑题啊，这都特别有意思。今天听老王讲故事用得着的冷知识，今天这些东西你们都没有经历过，而且是非常真实啊。两口子在渥太华啊，他们家在渥太华，然后去东部房车旅行。开着房车本来是要去一个大城市。大家知道加拿大是极北之地啊，房车那个导航都靠 GPS。晚上两口子着急赶路，就没有在附近打尖住店啊，说我们赶路赶到天黑，我们再住店不迟啊，因为有 motel 不着急啊，路上都有。结果呢，这个 GPS 就出了问题啊 ，GPS 就出了问题，就给他们导到了北方的山区。等他们意识到 GPS 出了问题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啊！他们在北方的山区非常着急啊，因为大家知道房车皮卡拉着房车是很长的，所以呢，这时候夫人呢就想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夫人呢就想出房车看一眼去。丈夫和夫人把房车停到路边，想下去看一看咱们到什么地方了啊？在车上咱们看不清楚，咱们看路边的牌子，路边的这个公路标志，我们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时候，两口子出去，大概那时候天还没有黑，天微微擦黑。然后这个夫人这个时候下午的时候夫人呢站在路边山区，一个失足，一个趔趄，滚落那个路肩的那个山崖，滚下去了。幸亏他身体非常好幸亏他没有滚下去扒住了。但是呢，丈夫也着急了，手忙脚乱的把他救上来。结果呢，一切都好，就是这个脚腕子崴了，而且崴得很严重，脚踝骨已经骨裂了因为她丈夫略懂医学她丈夫是医生，那个他不是外科医生，但是他也懂，他一看坏了，骨头断了，而且这个踝骨呢已经刺破自己的脚腕了。这个时候她丈夫不让妻子再动了把妻子背起来放进汽车，赶紧赶路奔着人烟的地方走。这说话加拿大不像中国呀，中国最多地方就是人，但是呢加拿大恐怕呢就是他们所在的那个地区差不多比我们的青海人可能也差不多少，所以100-200公里没有人是正常的所以他们就赶紧着急开到了没有油，总算看到了前面有一个小镇，非常小的一个小镇。他们都没去过的。然后停在小镇街上，想找人问问加油站GPS 没有显示加油站，那么他们就想问问加油站。这个时候诡异的一幕出现了。晚上天彻底黑了，大概这个时候已经晚上10点左右了，天彻底黑了。路边突然黑暗中走出来了一个人，敲他们的车窗。丈夫一看呢，也有点含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呢，是一个原住民的打扮。说我没有钱，能不能给我点钱？
为什么丈夫是地道的加拿大白男，为什么他也有点含糊呢？他说老王，他说我跟你讲，我们加拿大是有要饭的，是有 homeless， 但是第一 homeless 不会在村镇出现， homeless 都是在大城市，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的市中心。第二呢， homeless 都是吸毒不干活的，晚上不出来，我就怕他是抢劫的。可是一看我们就是赶路的客人，我们也没有钱，他们抢我干啥？而且我们加拿大的治安非常好，北部山区民风淳朴，没有抢劫犯应该。他说我就把这个窗户呢降下来，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要钱，我没有钱，我得吃点饭，能不能给我点钱啊？他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哎，这丈夫问。他说我叫San Clarence。这个丈夫的脑子轰一下就着了。他为什么叫 San Clarence？ 他那个脑子就着了呢？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他说我从小就爱看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每年看，每年都感动的稀里哗啦的。这个电影的名字，这个电影是1946年我小时候看到的，我特别小时候看到的一个老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 It's a Wonderful Life。It's a Wonderful Life， 就是精彩的人生吧，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有中文翻译啊。 It's a Wonderful Life。这个里边的男主人公啊，走上人生绝路的时候，站在纽约的桥边要跳楼的时候，这时候来了一个天使，化身为一个路人，点拨他。这个天使的名字叫 Clarence。这个时候女士就是妻子也在旁边附和说，老王，我们在加拿大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原住民的名字叫 Clarence。 那我大女儿也认识她几乎是本地人了嘛，我大女儿就是一个香蕉嘛。她就说，爸爸，我上学这么多年，我身边一个叫 Clarence 的都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名，而且他的名字叫 Saint Clarence， 圣格莱伦斯，他是一个原住民的脸。所以她老公说，我马上从口袋里掏出钱，加拿大人也没太多的钱，就是掏出零钱给他去吃饭。然后呢，他道谢啊，那个印第安人 Clarence 道谢临走之前呢，他说我忽然想到，我说你住在这儿吗？他说对，我就在这附近。他说有没有加油站？我们没有油了。哎，印第安人指着前面的路口说，你往路口过去，右转弯就有一个加油站。丈夫不敢怠慢，赶紧开车进那个加油站。真的有一个加油站，加满了油。这个时候妻子的腿上的伤已经肿得像一个桶一样了。她丈夫毕竟是医生啊，他知道这个事儿要马上处理，否则的话很危险。可是加拿大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哪儿找医院？就是在大城市，大家知道医院加拿大有排队的。就你说，他说老王，我们两个，你说这个事儿巧不巧？巧不巧？就在加油站开出去的路口，刚开出去，就是开出加油站，有一个路牌写着 clinic 急诊。我们赶紧停车去加油站，把老婆扶到 clinic 敲门。有人上班，而且医生告诉我们，这是前天刚开的诊所，刚刚2天的新诊所，地图上都没有。正好那个实习医生是个新医生，是个小白人，正在那儿打扫卫生值班呢。进来，快进来！一看，哎呦，肿成这样，快点进来。然后就问这个两口，你们从哪儿来？他说我们原来是住在温哥华的，现在在渥太华。我们这次此行，我们还是想开房车去温哥华方向走。小医生非常激动，因为他很年轻啊，20来岁，刚医学院毕业。他是个温哥华人，非常热情，非常认真的给他治伤。首先说你要麻醉，因为你这个东西，我要动你这儿伤的话，你会疼，我要给你麻醉。你有多大的体重？哎，两夫妻把体重报了。那个毕竟是新医生啊，新手啊，没有经验啊。
他说忘了问他你酒量大小，哎，就按正常那个体重的人给他打了麻药。这麻药一上来，女士就死过去了。她老公说我在旁边看着，因为我也看出他是个新手医生，我不放心，我就看他的血氧从97降到92、91、70、40，我就知道坏啊！大家知道血氧浓度到40，就是意味着这个人的心脏几乎已经不工作了，肺已经不工作了。我们就赶紧找那个类似于强心剂啊这个东西找。那个诊所的护士这时候小护士也来了，小护士说：“哎呀，我不知道放在哪儿了，我不知道放在哪儿了。”医生给女士做心肺复苏，丈夫就啪啪，白人不会掐人中啊，就打脸啊，就摇啊，不能让他睡着。还好，医生喘过来了啊，喘过来了，然后就安全了啊，把他处理好，包扎好伤口。这说的时间很短，但是这过程时间并不短啊。这女士说：“老王，我呢刚才进你们家的时候，看到了你们家外边那个云、山景和灿烂的夕阳，我一下子我就想起来了，那天晚上他们抢救我的时候，我在一个隧道里。”哎，真的是在一个隧道里，我不是在重复别人的台词啊，就是他的亲身经历。我在一个隧道里，那个隧道居然是不锈钢的。我明显的能感觉到那不锈钢的那种凉，也是一个长长的隧道。我在那个隧道里边不是在爬行，跟别人的濒死体验不一样，不是在爬。我在那个隧道里是在滑滑梯，是一个长长的圆筒状的，就像迪士尼的那个水上乐园那种滑梯。那个滑梯里边五颜六色，色彩斑斓啊，嘣滑出来之后，我眼前的那个云和山就是你们家这个颜色。他说如此之绚烂，如此之彩色，以至于我的人生中啊，我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那样鲜艳的颜色，璀璨的颜色。他刚才那个颜色差不多，我想起来，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故事告诉你。然后呢，我们俩就好了，好了之后就继续上路了。然后他们俩就把这个故事讲完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问那个先生，我说你又回头见那个 St. Lawrence 先生，感谢他去了吗？他说没有，我没有想到。我就接着说了一句，我说你确定他是个人吗？啊，他们两个还真的没想到这个问题。他说此话怎讲啊？我说你有没有想到过，他真的是一个天使。你夫人那天所谓的叫在劫难逃，但是又福如东海，所以叫什么？叫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啊！即使是摔山崖底也没摔死，那最后打麻药的时候还要再吓唬他一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总要有仙人来给你指路。我说我们中国人叫仙人，他老婆说叫 fairy， 我说这个翻译不太准确。仙人呢，类似于 half god， 就是比 god 低那么一点。angel 类似于天使这个 level 的。我说这个 Clarence 很可能不是人，即使他真的是一个要饭的，他很可能在那一刻他做的不是自己想做的事儿。两个夫妻沉默，你真的确定那是个印第安人吗？不能。我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我说你们跟我说的这个，他叫 rock colorful 啊，那老外说的叫 rock colorful， 就是像摇滚滚石一样的彩色，就是我们那个死之前看到的 rock colorful。我说我告诉你，如果你看到的是 rock colorful， 我 congratulation， 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完蛋了啊，反正 anyway 每个人都会完蛋。我说你很可能去的是天堂啊，如果按你这个描述 99.99% 你是在天堂里，因为如果你是 hell， 你是去地狱，那你看到的不是 rock colorful， 你不是 vivid 的世界，你是一个不是下雨的阴天，天上没有太阳，雾蒙蒙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颜色，所有的人都排着队往一个方向走，还有一条大河，那个就是 hell。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你们是好人啊，我有你们这样的朋友感到很荣幸，因为你们将来会到天堂去。好了啊，琉璃色非常好啊，这个描述非常好。好了，那么
我说我就给他们讲一个故事。我说你们知道，在中国的修仙界也有一个公案，公案的意思就是 story，real story。这个 real story 跟你们遇到的东西很像。我告诉你们，中国的宋朝山西省有一位王员外，这个王员外不叫王吉周，他叫王哲，哲学的哲。当时王哲是举人，大家知道举人吗？举人不得了的，举人犯禁中举哦，那是个县官以上的那个 level，没有官职，在家里做富家翁就叫员外，王哲。王哲家里有钱，不差钱啊。那有一年冬天呢，他看见天上下大雪，门口来了2个要饭的，破破烂烂，臭烘烘，很穷。但是王哲一看这2位呢，就觉得有眼缘，而且这天大的雪，这2个王员外家门口不能有穷人，饿死冻死怎么办？生了怜悯之心，便对2位乞丐讲：2位莫再要饭，请随我来，去我府上，我养你们养老。这2位老先生虽然是要饭的，但是呢，王哲对他们是礼数有加，所以呢，表述出这样一个意思之后，2个要饭的并没有感恩戴德，说：“哎呦我操，我们可找着好地方，我以后给你们当保安呀，我当王家门口的狗。”没有。2位要饭的也很有意思，很古怪的回答：“我们啊，穷命。穷惯了，我们可不喜欢吃什么享福的现成的山珍海味。我们这样，你好意我们心领，我们住几天，避避寒，我们便离开不会在你这儿住一辈子。”就这么一住二住，过几天，这2位就要走，嚷嚷要走。王员外不让他们走，天还冷，一过2天又要走，这么遮来遮去，你推我搡1个多月。2位终于忍不住了，说：“无论如何，今天我们都要走。”王员外一看真的留不住了，说：“这样吧，既然你们一定要走，我送你们一程。”于是王员外把这2位老乞丐送出门。没想到这一出门，略走几步，送行，恍惚之间就到了离他家20多里外城外的一座桥头。桥头有一个凉亭，到了这个凉亭，2个要饭的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王员外，你对我们这么好，这样我们今天分手，我们喝了你们家很多好酒，我们今天也请你喝一杯酒，如何？”王哲说：“嘿，你们2位还藏着酒呢，好啊，咱喝吧。”一个老乞丐拿出腰间的酒葫芦，倒还真有酒。王员外喝了一杯，不胜酒力。2个乞丐说：“我们要走了，你在这儿休息吧，醒酒。明年的2个3出现的一天，我们再在这个桥上有缘相见。”话音未落，2个乞丐不见了。王哲这个时候酒劲上来，那是仙人的酒他扛不住他就醉了睡着了。话说这个王哲家里的人不知道老王去哪儿了呀？我操！这老王，这个送客人不见了呀？找家丁一路找家丁来寻。这越走越远，到这个桥头找着他正在那儿睡呢，醉翻了，把他给抬回来，一看满嘴酒气给抬回来了，说：“大人，你喝了多少酒啊，王大人啊？”“我没喝多少，就喝1杯，怎么就成这样了？”“今天我送这2位出去，我没走的多累呀，我鞋底儿都没湿啊，我就走了几步，就怎么到20里外的桥头了？喝了1杯酒，我平时也不是这个量啊，莫不是2个老神仙？这个2个老神仙在我们家住，点化我成仙，我没学成，太可惜了。”转念一想，不对，我酒醉之前，他们分手之前说了一句：“明年2个3出现的一天，有缘桥头再见啊。”2个3，那不就3月初3？好，明年3月初3，我一定上桥头等着他。之后呢，他哪儿也不去，他就在家耗着一定要熬到这3月初3。第2年3月初3一大早，王哲就跑到桥上去等去了。果然2个老先生早在那个桥头等着了。看到他来，2个老先生老乞丐很高兴啊。王哲也不废话，上前纳头便拜，说：“2位乃是活神仙呀，快教我
怎么成仙呀？两个人说：嗨，你还能看出来，好，算是你有眼缘。这样，我们今天把仙法教于你。两个人就开始手把手的传他仙法，怎么打坐，怎么用功，怎么调整，怎么炼丹啊，炼内丹怎么炼，全告诉他了。哎，说好了，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分手了。哎，我们已经传了你成仙之术，你回去好好用功，哎，一定能有所成就。两位师傅，两位仙师，请问叫什么名字？我好记住。一位老乞丐说：“我叫金仲。”另外一位老乞丐说：“我叫双口。”王哲心里想啊，举人有文化，金仲，钟字啊，钟字啊，大钟寺那个钟的繁体字，金仲，双口吕字，哎呦，一个是汉钟离，一个是吕洞宾。然后呢，王哲回家里就开始修行啊，躲一小屋里修行。哎，他老婆不信啊，他孩子也不信啊，说爸，你是不是疯了你怎么整天不干正事儿啊？王哲一想，我操，尘缘未了啊，哎，怎么办呢？想了一招，装疯吧。哎，遇事装疯，不光能防纪委、防公安，还他妈能防妻儿阻你成仙。所以王哲呢就装疯，哎，假装发狂，见人就挠，见人就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哎，家人老婆孩子没办法，给他锁一屋里，给他锁上了。然后呢，每天给他送点饭，也不敢进去，谁进去他咬谁。所以呢，老王哲在那屋里难得清静，哎，很高兴，打坐用功，按着老先师教给的仙法修行了，这叫闭关啊，一修了12年。12年以后，机缘到了，王哲内丹炼成，了道成仙，使出神通。那时候他有神通了，穿墙而出，没开锁，没动门，人啊一路远行去到山东。为什么到山东这事儿不管啊？这事儿不管，跟今天没关系。到了山东之后，开馆收徒，这个人在山东出道，改名为王重阳，哎，山东腾海县。从山西家里面跑到山东腾海，开馆收徒，这就是王重阳啊，真的就是王重阳的故事啊，就是丘处机他们的师傅王重阳啊。好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呢讲完了这个王重阳的故事呢，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就是玄学的故事，就是这些 real story 这些公案，你听着好像很玄。但是你发现啊，你的人生的经历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啊，中国和外国，东方和西方，这些东西是相通的。这儿叫王重阳啊，这儿叫吕洞宾啊，那儿可能就叫 Clarence 啊，这个东西他妈是非常非常离奇的。任何一个人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都有类似的玄学。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女士，哎，刚才我看有人说老王啊，两位会说中文，哎，你真错，你还真没说错。那位老先生白乃是大山的同学啊，同班同学，他中文比我还好啊，他们两个说中文说的很好。那么对呀，另外一个是北京人，当然更好了。所以这个女士忽然跟我讲，她说你这个故事啊，哎，王重阳原名叫王哲，对，说老王你这故事啊，勾起我一段伤心往事。我的父亲